送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时代的结束中有多少他的责任？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俄罗斯当地时间8月30日晚上，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长期重病，最后在医院抢救无效去世，终年91岁。戈尔巴乔夫去世以后，我看到很多媒体已经开始回顾他的历史，并且回顾苏联的终结。其中就有一个争议，就是他要为苏联解体承担多少责任。对这件事儿呢，国内有过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苏联解体意味着中国北方将不再有一个强大的邻居可以威胁我们的安全，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情景。这一点来讲，戈尔巴乔夫让苏联解体对中国有功。而且还有人说，冷战的结束也是让人类在激烈的核对抗背景下有了喘息之机。不过呢，也有人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叛徒，背叛了信仰，背叛了社会主义，而这一切只不过换来了一块诺贝尔和平奖奖牌。俄罗斯现在的总统普京呢，已经对戈尔巴乔夫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但是人们还记得，普京也曾经抨击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一个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劝诺者。像这样的抨击很多，相当于我们现在网友在争论中指责对方是1450。而美国方面呢，评价就好听了很多。美联社的评论是，导致了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逝世，他曾经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誉和奖项，然而在国内却遭遇了广泛的鄙视。其实呢，咱们中国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有一个认识，就是戈尔巴乔夫上任的时候，他接手的已经是一个烂摊子，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回天无力。而且作为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他能看清楚这个国家的症状，却看不清楚这个国家的病根，也开不出一个治病的方子。而让苏联患的病，其实也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早早就埋下了病根。这个从当年苏联老百姓中流传的政治笑话就可以看出问题。比如苏联有太多的改革措施跟方向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拍脑袋就进行了。那时候有个笑话是，一个小女孩问爷爷说，勃列日涅夫跟科学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小女孩的爷爷说，科学家们总是先用动物做实验。所以很多改革跟尝试之后，苏联人看到的情况是，自己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但是农户手里的农产品销售不畅，城市人口还要耐心排队才能买到副食品。工业方面发展也不均衡，导致苏联很多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看来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个国家能够建设跟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大航天体系，甚至到今天，美国仍然要跟俄罗斯开展广泛的航天合作。但是到今天，这个国家却一直没有能力打造出一个自己的家用电器品牌。倒不是说苏联时代造不出彩色电视机，而是电视机显像管在莫斯科爆炸，曾经炸死过观众，导致《真理报》说苏联的彩色电视机只配送给阶级敌人看。所以后来发展方向单一倾向于军工的重工业就成了国家的经济负担，而很多技术跟成就又没法转换为可供民间使用的产品。最后产业结构畸形，投资无法循环，再加上彼得大帝遗嘱给苏联又留下了对南方出海口的需求和对领土的无限欲望，又催生了给苏联严重放血的阿富汗战争。民生问题解决的不好。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的个人享乐主义，还有他带动的大面积腐败问题，这让很多苏联人对自己的国家和制度也选择了放弃。所以说，虽然有不少人批评戈尔巴乔夫最后向西方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但是不管他是否让步，其实苏联的死亡到了那个年代也仅仅是早几天晚几天的事情。而就在苏联解体前10多年前，也就是7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就做出准确判断，说苏联这个方式只能维持10年多一点。所以现在看来，当时我们领导人判断的相当准。相比之下，我们当年的改革，首先是要改善民生，让我们的产业和民生形成一个能够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这恐怕就是中国跟苏联后面命运完全不同的分水岭。而且我们强调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方式共享全球战略利益，而不是通过领土扩张去实现。这也是在发展过程中尽可能消除来自周边的敌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苏联的倒下不是戈尔巴乔夫个人叛变就能促成的，而是他之前的几任苏联领导人早就背离了他们应该坚持的信仰。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一个在火药桶上划火柴的人。好，
在戈尔巴乔夫离世之际，如何看待离开这个世界的苏联？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